它里边的内容就是完全抓住了中国人的流量密码，完全抓住了中国观众的心态，他们会喜欢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确实我觉得我应该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身为一个自带光环的陆配 YouTube 做了2年自媒体，流量一直起不来，到目前为止订阅数只有3万啊，这是我先天自身性别上的一个缺陷。你要我滚回去，你可以给我2张机票，我马上打车就滚，好不好？这个也说到之前为什么会有一些陆配被人称为是双面人，但是私底下我还时不时跟我老婆会有争吵，会凶小孩，会吼小孩。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推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今天呢，先给大家看2个短视频。答应我，不爱国的请划走。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开的车是比亚迪，穿的卫衣是中国李宁，衬衫是鸿星尔克，裤子是特步，鞋是安踏。我用的麦克风是大疆。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最喜欢的食物是火锅，最喜欢的服装是汉服。我最喜欢的语言是汉语，最喜欢的文字是中文，最喜欢的语句英文是 China。我最喜欢的国家是中国，最喜欢的省是台湾省，最喜欢的岛是中国的钓鱼岛。我最喜欢的游戏是黑神话悟空，最喜欢的电影是战狼，最喜欢的节日是国庆节。祝大家国庆节快乐！还有第2个，答应我，不爱国的请划走。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战狼、长津湖、金刚川。我最喜欢的美食是烤鸭、火锅、饺子。我是高安区、比亚迪、华为。虽然我们长得黑，但是我们有一颗红色的中国心。其实昨天我们上海人陆配有一场聚会，我的台湾表妹露露也有参与。那她在聚会上就跟我说，最近好像一直在掉订阅数。我说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之前也碰到过几次掉订阅数的情况，是莫名其妙的掉哦。就是什么事件呢？一个是捷克事件，一个是6改4，也就是陆配领取身份证的时间从6年改到4年的事件。反正碰上这些有的没的事件，跟我们的言行言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会遭受一点影响。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真的，人坐在那里也会躺枪。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关注其他陆配说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一些非台湾的 YouTube 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关注。其实说穿了，我之前也都是经常闭门造车，没有很管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其他人说些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后知后觉的。那这一次呢，因为露露有跟我提到，她说最近在掉订阅数，所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最近又发生了一件非台湾本地的 YouTuber 他们之间在撕逼的行为。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是有一些人在欺骗观众，或者说他说的是违心的言论，或者是他的节目内容是有经过策划的，故意这样来说。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欺骗大家的都是流量。就像我开头放的这2段这个黑兄弟的短视频，它里边的内容就是完全抓住了中国人的流量密码，完全抓住了中国观众的心态，他们会喜欢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其实做 YouTube 至今，我也非常了解部分台湾观众他们的流量密码，包括我之前自己也做过分析过流量密码，我们身为陆配的自带的一些流量密码，比如说夸台湾好，比如说踩中共、踩中国很差，还有就是爸爸妈妈来到台湾旅游的体验、探亲的体验、生活的体验。那实际上台湾好棒棒和中共超烂烂以及大陆父母来台所见，是不是真的流量密码呢？我是做了这样一个统计。那就像我上一部影片其实也是带妈妈去大稻埕体验当地的一些小吃，说穿了整部影片妈妈基本上没有露脸，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拍到一个下巴，这样一个画面我也在标题上特意加入了妈妈2个字。就是说穿了都是为流量所迫嘛。真的，我觉得有一些对不起观众，把妈妈强行加进来。那我想到前不久我有一支影片，下面有一位观众留言，他的留言内容是这样子的。这是看你的频道第3集，大概可以理解从事多媒体博主2年多了，为何流量拉不起？台湾4年生活没有融入台湾生活，负面思维高，
3不5时用负面思维消遣自己，你把消遣跟反省画成等号了，并不是男性路配不讨喜（括号这也是你的负面思维）看到你在台湾的生活只是应付，并不是用心当作家乡般的在经营自媒体。我真的这样的留言，其实我是第2次看到，第1次好像也是这位观众给了我这样的留言，意思就是我做了YouTube 2年，流量还没有怎么升起来，订阅数到目前为止都只有3万。那确实，我觉得我应该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身为一个自带光环的路配 YouTube， 做了2年自媒体，流量一直起不来，到目前为止订阅数只有3万呢？其实我觉得订阅数3万已经是各位观众对我非常捧场了，因为我出片的频率也不是很高，基本上1周2部影片。那身为男性路配 YouTube 呢，我没有表示过男性路配是不讨喜的，我只是说男性思维对于聊一些日常的家常话题很难去发散出这样的思维，这是我先天自身性别上的一个缺陷，就是不能像女生一样张口就来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没有说过身为男性路配不讨喜。至于流量起不来呢，我也觉得我的流量在我心里已经是蛮高了。那我是怎么回复他呢？我觉得他的留言很自以为是流量拉不起来是因为我没有很在乎流量，没有想拿这个 YouTube 当饭来吃，所以不需要讨好说一些只是他想听的话，所以他才会这么不爽，不是吗？觉得我负面思维高正是因为我不全是正面评价。难道他觉得台湾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吗？还是只是他自己只爱看正面而已？其实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一个路配的现状。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路配真的是自带流量光环的，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身份在，一个从台湾还蛮重视的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地区来到台湾生活的一个大陆人，可能我们前半辈子都是带着大陆的一些思维，带着从大陆教育到的看台湾的观点，来到了一个真实的台湾来观看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所以我们是自带一个光环的。毕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跟台湾跟其他地方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很多台湾人想看看对岸来的人对台湾是什么看法，这是我们自带流量的一个优势。但是呢，流量导向的问题让很多观众喜欢一味的看来自对岸的人夸台湾好的一面，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因为往往我说出台湾一些负面的评价，就有很多人会攻击我，会来酸我说你既然觉得台湾不好就滚回去。这些话我都耳朵要听出老茧了，真的。你要我滚回去，你可以给我2张机票，我马上打车就滚，好不好？当然我没有说过我滚了就不回来，我还是会回来生活，毕竟我的小孩在这里，我的家庭在这里，你无权左右我到底决定在哪里生活，这是我的自由，对不对？这里我又想起之前另外一个观众给我的留言，他上面是针对我找工作的那一个影片下面巴拉巴拉巴拉没有关系。那然后呢，我说我好像听到来自井底的声音，他后面就跟我说，也不称看看自己几两重，要来台湾生活，还在装高尚。YouTube 主，台湾是你们对岸流量，很少看陆配新住民舔台湾流量这么少的。他说了一句大实话舔台湾流量会这么少，很少，因为我没有时时刻刻都在舔台湾，台湾有好的地方，我就真诚的去夸赞它。我希望我自己的家乡上海，或者说整个中国都能提升到台湾某些好的地方，但是台湾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在没有舔台湾的时候，说实话我的流量会比较低，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那他说的这个话其实还蛮讽刺的，也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很多人真的只是喜欢看台湾好，乃至于我一说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给我留言说我不喜欢听中国的情况，我不喜欢听你们上海怎么样。反过来说，这些话背后的声音就是我希望听你们说台湾的好。所以在早之前我又翻出一个留言，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大家。我忘记我是拍什么了，他说好家在你在台湾食安超级安全，不然在上海科技与狠活，谢谢你爱台湾，小朋友也很健康又可爱。当然他是还比较正向的一个留言，只是我对他的留言也是
稍微有一些反对意见。我是说啊，谢谢你的留言。宝林事件还没过去多久，聂童事件也时有发生。台湾很不错，但非没有缺点。上海有不尽人意的一面，也有许多好的地方。兼听则明。因为科技与狠活其实就是抖音上流传出来的一个算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说中国大陆很多食品都是黑科技做出来的。但是其实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相对台湾来说，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把控并没有那么严格，甚至有很多腐败的行为。一旦下面进行贿赂，上面可能就会通过这样一个不安全的食品让它上市。确实相比较台湾，食品没有那么安全，但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食品对人的健康的影响，那也就是人均寿命。你可以看一下台湾的人均寿命跟整个大陆的人均寿命，哪一边人活得比较久。当然不排除生活品质的说法，但是生活品质很难用数据去衡量。可以知道台湾的人均寿命要比中国的人均寿命要高的，但是你可以再查一下上海中国的天龙国上海的人均寿命其实跟台湾是不相上下的。当然上海也存在很多科技与狠活，也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但不至于遍地都是科技与狠活。那台湾也不至于遍地都是非常安全的食品，你出去吃东西也是要稍微衡量一下这家餐厅的卫生环境，对不对？就像我前2天看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停车场，它的卫生状况非常糟。当然这个话题说的有点远了，从食品说到停车场，说到环境的问题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在现场拍下来的这个停车场糟糕的卫生环境。这边都是垃圾，超级脏。哇，走，然后这里一堆，每一辆车这里都一堆，然后这边各种垃圾，这地上都是烟头，全是垃圾。其实我说了那么多，无非想表述一个事情，就是台湾有好的一方面，可以说相比较中国大陆，它各方面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我之前说过，就是台湾某个不好的现象，放大10倍来看，可能就是中国的常态。一方面是人口数量的关系，就是整个中国的人口数量要比台湾多许多。那台湾如果10个人里边有1个随地吐痰的话，放大到中国的这个人口数量，你可能随地吐痰的情况在中国更常见。就像前2天我有跟一个外国朋友聊天，他来台湾旅游，然后说他住的民宿的房东每天都在然后还随地吐痰，他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那我跟他说，这个是在台湾也非常不常见的现象，很少台湾人会这样随地吐痰，但是也不排除有台湾人随地吐痰这样一个现象，对不对？所以我自身虽然是一个陆配，但我也比较反感有一些陆配只一味的夸台湾好的一方面。当然我也有一个酸葡萄的心态，他们一味夸台湾好的一方面，流量很高，那流量很高就是收益很高嘛。让我更觉得我蛮看不惯的一方面，就是有一些来了5年乃至10年甚至10几年20年的陆配，他还在惊讶于台湾一些现象，比如说去到捷运，哇，台湾的捷运怎么能这么好？去到台湾的高铁，哇，台湾的高铁怎么能这么安静？你刚刚来有一些大惊小怪，我觉得非常合理，但是你来了5到10年，还会对这样一些地方表示出惊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正常的捷运，正常的高铁就是应该非常干净，就是应该非常安静的。而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其实是不正常的。你不能因为一些正常的现象就觉得台湾很好。我希望台湾做到更好，而不是拿一些不及格的现象来跟台湾仅仅只是及格的现象做比较。所以话题回到这次2个非台湾本地的网红的撕逼现象，就让我联想到之前捷克现象。
让我联想到之前哪一些翻车的现象也好，我真的对台湾的言论自由有一些惋惜。就是怎么说呢？民主自由的社会下，最不缺的是什么？最不缺的是讯息，各种铺天盖地的讯息，各种声音，而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不是只有经过上面筛选下来一个正向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民主社会下，更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辨识能力、辨别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民主社会，任何社会，我觉得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是一个讯息时代，讯息爆炸的时代，你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资讯，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更理智、更客观的一个思维来辩证哪一些信息是真的，哪一些信息是假的。那我觉得在民主社会更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力，但是以我现在看下来，怎么说呢？也可能我的观点比较局限，让我觉得某一些台湾人他们的辨别能力真的有一点欠缺，让我觉得，甚至让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社会下，跟我们一言堂的社会下，他们的辨别能力是一样的，听到某一些信息就完全去接收它，觉得这就是对的，乃至于像杰克这样的人，他们都会觉得他是真心爱台湾。说起来真的不是这些观众的错，但是这是一个成人的社会，成人的社会必然是有它的黑暗面的。你说一个长得很漂亮、身材很好的女性，在大深夜、大晚上的穿一些比较暴露的衣着，去一些人流比较少的场合，这位女生有错吗？没错，她完全有穿衣自由，完全有去到哪里的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成人的社会下，你有这个自由，但是不妨碍那些地方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安全隐患发生。这不是受害人有罪的言论，这只是一个成人社会、真实社会下必然存在的黑暗面。所以我真的提醒各位观众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有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大家都可能只能听其言，没办法观其行。怎么通过在网络看一个人呢？确实很难，那就是要提升你自己的辨别能力。这个也说到之前为什么会有一些路配被人称为是双面人，其实说到底都是流量所导致的关系。哪边流量好，他们可能就会说哪边观众想听的一些话，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个情况。所以也会有观众说，我为什么舔台湾舔了2年才这么一点流量？那正是因为我没有把流量当一回事。我也有把流量当一回事，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YouTube 当成工作来做。毕竟我是准备正式踏上台湾职场，正式去找一份工作的人。我这里也没有说抨击其他 YouTube不敬业或者不把 YouTube 当职业来做的一回事情，但只是现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真的很多人会为了流量而去故意说一些讨好观众的话，这也是双向相辅相成的事情。观众喜欢听，博主就势必更要去说，那就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不良性的一个现象，但是没办法去改变它。我只能在我自己的影片里讲我自己讲的是真话，但是观众还是需要自己来判断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话，我到底是不是真诚。我自己可以说我是很好的人，我是很真诚的人，我是很善良的人，但是这也是我自己展现给观众的一面，可能也有我自己立的人设在里面，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啊。但是私底下我还时不时跟我老婆会有争吵，会凶小孩，会吼小孩，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但是展现给大家看的势必是有它的片面性，所以观众真的要自行来判断，就是确实很难。好了，这一期也是蛮临时想到做的，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最近真的也没有关注我的订阅数是涨多少还是跌多少，因为我知道妈妈在台湾，然后我又说了一些台湾职场的话题，这些话题还是蛮吸引观众的，所以我最近的订阅数其实是有在微微增长的，所以掉了几个
可能个别的订阅数我也没有太在意，也是听到其他朋友讲起这样一个情况才关注到这件事情，所以乱七八糟跟大家说了一些。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大家要自行判断。好了，那我们这一期分享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